居然播简单爱，是吧？啥？不是，怎么了？要干嘛？这里。对的。Go。没办法，我们都帮他煲汤了。好开心哦！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你喜欢听周杰伦吗？就会这首。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梦想着你的在我胸口睡着。有。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想渐渐。这跟出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后面黄渤老师突然出现，仿佛送上了祝福着。前几天我会对他是我自己的片面的、浅薄的这种对他的认知，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今天呢，就是我是觉得把可能一个面撑得立体一点，觉得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这样。之前在小五里面，他还是有点距离，没有这么就是两个人这样私底下接触，然后可能就更亲切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拜拜，拜拜。不要这样切好不好？这个转场，这也太……哎呀！那你明天就开心的去玩呗。希望你开开心心的。我完成了你的任务，我好开心。希望你开心，没有想到你这么开心。能想象这么大的一片地方都是我自己的吗？Strung out in the back of a black car. No keys, all I got is my credit cards. And I've been here a million times. 然后就到处都跑一跑，做一点小小的采购。 With the Beatles in the background. 老板，你们花怎么卖的呀？ Going out of this town. I was never say goodbye. Every time I fall in love, I go and fuck it up. 我又看了夕阳， Don't you think it's funny? I know I did all the shitty things to you. I said I never ever would. 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当天黑的时候，我也希望会有人陪伴着我， Like me, I don't know why I always run away. 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不管是有感情关系的人还是普通朋友，我就希望能够和别人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So, I don't know why I always run away. I don't know why I always run away. What we had. 我今天买了耳塞，希望能让他能够睡得更久一些，表达我对他这份心意。哦，但他已经有耳塞了。他已经有耳塞，对，哎呀，这句话他已经有耳塞了。从前面一对那个约会的快乐，突然过渡到邵佳蓉自己的时候，那个落差真的有点大。哎，为什么人家那么悲凉，我们看成了喜剧片儿？但佳蓉很自洽，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啊。我觉得这个落差也是因为前面那对王震跟巧薇的约会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好，对吧？对，而且太开心了。你是最开心的，你展开来说一说来。从头笑到尾啊！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从上一期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乔薇，并且我也觉得她跟谁在一起，她都能找到一个跟对方一个舒服的方式。我觉得她有这个魔力，大大方方的。哎，然后今天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很开心。然后王震一直都很在我的笑点上，而且王震今天也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一直是小屋里面就是接梗的人，或者是抛梗逗笑大家的人，但他今天是在巧薇的很多引导下，他自己笑得很开心。对，是吧？是，就男生会被带着走的感觉，他会觉得好有趣，因为他可能习惯了我去带领别人那种感受，他就是自发的一种这种魔力。所以其实他们从在车上稍微有点尴尬，然后到解除尴尬，一个有效的行为，我觉得是巧薇发动的，就是那个向着灯塔跑。对吧？对，跑完那一下之后，两个人瞬间气氛就不一样，甚至有一点肢体接触，拍一拍什么那种气喘吁吁的时候。对，我觉得王震是这个小屋里的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搞笑男嘛，是气氛担当。然后他这种方式就是让巧薇可以迅速的放松，不那么尴尬，好像巧薇就慢慢打开了。对。就他永远是王震，就一直是守在身边，然后等着你走，你主动来走出那一步，他马上就能跟上。是。而我发现他们在跑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其实王震是肯定是可以超过他或者怎么样，但他就是最后让他赢了。你确定你可以跑得赢我吗？哎，跟上了，你赢了，就陪着他玩的那种感觉有点，然后气喘吁吁的，最后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爱情里面、交往里面一些疯狂的小事，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特别好的回忆。说起来，哎，我们曾经共同经历了这样，而这是别人不可能分享和感受到的感受。对，就会拉近两个人。对。杜老师怎么看恋爱中疯狂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做疯狂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对，而且相当珍贵，因为我们定义说这个事儿是疯狂的，一般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儿，它不太符合主流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不太合理的一些事情。你做一件事情呢，是很难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大部分人都很难跟你取得认同。那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个人给你取得认同，说明你们是相当契合的，在这个点上，这是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啊。有或者没有，大家都应该去争取，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跟自己发疯的人。对我想起来，我跟我太太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类似这种合理但是有病的事儿，就是有一次我们坐地铁晚上，然后坐在那个整个列车比较靠后的地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发起的，我说咱们走到这个地铁的头上去吧，就是走到那个最头上那一节车厢，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说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突然很想走过去。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很幸运，就是他会愿意陪你做这件事情。对。就是有段时间那个麦仔青蛙的那个人偶服特别流行的时候，我就订了2套麦仔青蛙的人偶服，然后拉着他说走，咱俩穿着人偶服下去给我们院里的那个人见着就啪敬个礼。就也很无厘头吧，真的很疯。这个很好玩。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是特别开心，因为没有人知道就是那是哪2个人藏在人偶服里面，然后就做一些这样很傻的事情。对，哇！现在说出来了，小区的朋友们知道了，原来那2只青蛙，突然一下体现打破常规的快乐。我基本不做疯狂的事情，因为我是个疯子。你就是疯狂的事情本人是吧？对，就是疯狂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吃着饭，吃得好好的，我说某个茶出了一个最新品的，我们就走到那里，可能走1个半小时，然后排队去喝完了之后，我们再走回家。可能有的人就不会愿意，但如果你突然碰到一个愿意陪你走过去喝那杯茶的人，我告诉你，那一刻那个茶甜到爆，那个茶真的不是它原本的价格的味道了。这种感觉也很好，也很美好。对于我来说，我们之间最疯狂的事情，可能是关于就是纹身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当时还很年轻嘛，就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然后我们那会儿还没有在一起多久的时候，他就跟我求婚了。我很意外，然后也很感动，但是我拒绝了，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很年轻，就是结婚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遥远的，太大了，或者说我完全毫无概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很担心说，因为我的拒绝，他又
会觉得我不够爱他。我当时很难过，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是一直哭，然后他还反过来安慰我。然后后来我就有一个纹身的念头，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证明和纪念。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说，它是刻在皮肤上的嘛，它是一个会伴随你一辈子的一个印记。我也想用这个行为来表达说我对他这个爱的决心，或者说我也希望这份爱可以像这个纹身一样，就是伴随我一辈子这样子。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真疯狂，很动人。就是你会感觉艺兴会更像是，就比起语言上去表达，他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说我这份爱的深度有多少。他这个确实，我听得很入迷，主要是。对，非常投入。其实这些所谓的奇奇怪怪也好，疯狂也好，是我们共同回忆的一部分。对，非常珍贵。对，非常珍贵，是很宝贵的东西。那当然，今天除了约会之外呢，刚才大家也看了，只有肱二头肌陪着他的邵家荣同学。这些约会的同志们纷纷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一天不见变强壮了。我们看看这个强壮的男人。这怎么接啊？这是我第一次玩飞盘，再来一次啊！回来了。哎，其实很难抓到。对，嘉荣，你们吃过饭了吗？吃了，在外面吃的。对，在外面吃。你吃了吗？我吃了。我今天边健身边溜达。一个手很难抓。你们，我可以问一下，你们今天去哪里玩吗？哈？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我们今天去做陶艺。That's very smooth。连飞盘都接不住了，差一点 ，almost。Sorry, Calvin. It's okay. Good. Oh, it's got a curve. Hello. 哦，能买这么多东西？哇，你买什么东西这么多？买了几天的口粮啊！哇塞，满载而归。有点失落。Calvin, Good throw. 哇，我觉得冰箱塞不下了，应该可以吧？我感觉冰箱很大空间，感觉很悬哦，是吧？你们这满载而归，哇，根本不想玩飞盘。对，那就可以一会儿再买。哇，你买这也太多东西了吧！而且这个也特别反差，他在第一期是天花板耶，然后这一期落单，真的，人生是流动的呀。哇哦！要加入吗？要来吗？这是你第一次玩吗？第一次玩。软的呀！哎呦！哎呀！哎呦，好秀 ！Calvin 很厉害的。哎，江俊霖很厉害，单手抓。我要挑战 Calvin。我准备接到这个。虚晃一枪。对，刘备讲。哇，不服气了，我也要单手抓。单手接，帅！做到了。对，然后这次我要扔得准一点。哎 ，sorry。好啊。哎，帅，很轻松。老王今天整个一个胜利者。对。哎呀，来了。Hello。哎，你都玩到流汗啦？对，我也是。来。Calvin。我先去换个鞋子。你去换鞋。好啊。那战术性我休息一下，喘一下。战术先休息一下，是不是？我练一下，我们3个练一下。对，你们练一下。他看清了局势，还是先撤为好。是。来。
个飞盘怎么那么小啊？对，它是软的，而且还软。哎呀，我发现你们不太会扔哦。没关系。差一点抓到他。你今天是不是得罪他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得罪他了。对。呀，哇呀，不要这么刺激啊！哇，这什么修罗场？我们有再打一天。当一个雄性动物看到另外一个雄性动物在它地盘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有点竞争性。哎呦，已经变成雄性动物了。你看它这个肢体语言，荷尔蒙爆棚了。啊！你都会直接降落，直接降落。你可以往上抛一点。我喜欢这样子。可以 ，OK。我被爱情击中了。就是这样直线的。射上了。哎呀呀！你看你露出头来，我被爱情击中了。啊！脸都绿了。没有笑容了。我跟你说，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惹他了吧？我们下次往逆时针的方向走。我跟你说，我们只能往逆时针方向走。Sorry。这边笑得越来越开心。哇，好厉害哦！哇！哎呀，又给他装到了。哎呀！他刚那个表情绝了，那个眼神，哇，太好看了。这个 S 被我装到了。哎 ，sorry。哎，还是老王厉害。哎呦，还要夸赞他。远一点，再后退。他越远速度越快的。嘿，哇，漂亮。哎。Hello。哦，苏苏回来了。来，买了泡面，还有螺蛳粉。这也太多东西了。你也买吃的？哦，苏苏是自己回来是吧？对，新的男嘉宾今天不入住。你们在玩飞盘啊？哎呀，sorry。哎，他下意识的就刚才眼神 follow 了一下。哇，我们也买了。好多零食，对，好多菜。你自己回来的？对啊。所以没有陌生人回来吗？没有啊，要玩飞盘吗？哎，我包没摘下来。你们先玩，我上去上个洗手间。好的。我上洗手间下来。好。你要快的还是慢的？慢一点的吧，让你耍个帅的那种。嘿。哎。哦。甚至连喂球都这么有默契。哎呀！我回来看王震跟大家很开心玩飞盘，多少有一点点的，就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失落。他心里还是喜欢王震。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人。我感觉王震已经喜欢乔薇了。还是挺明显的哦。我是喝点水。来吧。来。嘉荣也很失落。So you really didn't go out today? I did not actually, no. Honestly, I thought there was gonna be another guest. That's what they're all saying, but then is it a rumor or like no? At least it'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right? Because you only live so long, and you try different things, whether it's good or bad. I mean, you can't feel the good without the bad. There has to be a contrast, right? Yeah. So yeah. 今天好玩吗？还可以啊。我听 Pamela 说你们去了夜市是吗？对，
小吃一条街那样的，还蛮多吃的。然后去了骑自行车、骑单车。哎呀呀！江江就像他的嘴替，就是都在帮他问。他俩像一个双簧。说实话，我也没那么好奇。骗人，骗人！手架起来了。哎呦，说不好奇站人家中间。骑自行车，骑单车。其他还有人没回来是吗？都回来了，苏苏也回来了。苏苏回来了，但是苏苏没有跟别人回来的，一个人回来的。我没有看到。应该会有一个男嘉宾来，闪亮登场那种。好有意思。你好有意思，组织语言的能力丧失了。Hello， 丽丽。我好想听你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你。天呀，我能不能等？对，等大家吧。我的意思不是等大家，我的意思等他自己来了，你们自己揭晓。OK， 我的水杯那也是可以。哦，这有杯子。啊，只有苏苏知道那个新的男嘉宾是什么样的人啊，很好奇。你今天开心吗？开心啊！我今天有看到七彩祥云。第一次看见，好兆头，可能是遇到踩着七彩祥云来。好的。你在哪里看到七彩祥云的？你回来了，就是回来了，就是在那个。他肯定要问我八卦女王上线。刚刚开始。好的，我没有错过任何情节。对。你们想知道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是外形还是工作还是类型？对，类型。你笑什么？吃瓜的表情，我吃瓜的表情就来，就也还挺阳光的吧。是挺高挺帅的。这里某一位型男会撞吗？我觉得好像没有，而且。也是爱人，但是比我好很多。好了，再多信息你们等到了。所以你今天开心不？开心不？开心。你去玩了什么呀？那个桨板啊，也是小屋里面现在玩桨板最多的。桨板女王。桨板女王。哎呀，我喜欢这种女生间的分享，真的。先去给你走吧，走吧，我倒杯水。来，我们的老妹儿，老妹儿，请坐。你也没比我大多少，我们俩差不多的，就差几个月嘛。对呀。你是5月，我5月。那咱们就差半年。对呀，没比我大很多。就是你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剩到现在，单身到现在吗？对，单身到现在。你看苏苏用了一个词，他说剩到现在，对，但他们两个马上纠正他了，单身到现在，对，这个是自我认知不一样的，对，下意识的会责怪自己。我觉得都是有要求的人吧，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或者会让你心动的人，但是没办法找到一个真的可以就是长期发展的人，就是我的想法。我也是，我喜欢那种可以跟我有各种各样交流的人，就不仅是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就开玩笑，我喜欢比较有幽默感的人。然后我也喜欢就是激励到我，跟就给我灵感的那种。就是每一个条件感觉看起来都不难，但是拼在一起就有点难了，可能还是要求比较高吧，因为太多条件拼在一起。对。然后，而且其实我对情感跟婚姻都是有一种美丽的幻想的吧。我觉得如果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结婚的话，肯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还是这种人，不是很好啊，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随便找一个人。我没有想到我在这里会遇到这么真诚的人。说实话，就每一个人都非常真诚，而且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里会把除了出了小屋的那层外壳好像脱掉了。这几年吧，就是都是在非常高强度的工作，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完全没有生活。哎，我真不是矫情，我也不是想说去那个煽情，但是我一说到这个，我就会有点，然后，苏苏又眼眶也有点湿，然后就是完全可能时间久了，就像我说的，每个阶段想要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在之前的几年，比较想要的就是有自己的事业，然后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然后把家人照顾得很好。然后当这些都完我真的很怕，之后大家会觉得我不是故意，不是我很怕大家会觉得我很作。没有，你别那么想，真的别那么想。为什么觉得很作啊？不会，真的别那么想。所以其实我昨天在沙滩玩完，然后我看到那个旁边有在放烟花，烟花放完的那一刻，其实我眼泪也在眼圈里。因为太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可能已经麻木了。我对除了工作、除了赚钱、除了事业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没兴趣。想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也想试试看吧，就是能不能真的遇到合适的。来这儿起码有4个选择。是不是？对，就是缩短了我的这个时间啊，对吧？是不是？对啊。我们苏苏在她哭的过程当中，她有讲一句话，她说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就怕你们觉得我作。然后艺兴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就是作呢？对啊，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作呢？他特别内耗，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他应该多爱自己一些，因为他说他的工作显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满足，他只是为了赚钱，然后为了照顾家人，但是他其实没有留一些时间给他的自己。他其实现在不是说需要一个对象，他其实更多的是应该需要给时间给到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然后想清楚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才有能量去爱别人吧，我觉得。对。而且还有一个小点，其实就是哭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对，是的。被别人看到你在哭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其实尤其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伴侣之间，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哭跟笑其实都是大家很自然的生理反应，很自然的情绪的流露，对，甚至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形容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往往就会取决于你的亲密伴侣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就那种伴侣很像一面镜子，就是你是通过他在照自己。就他如果是一个完整的镜子，你照出来的自己就特别漂亮。但是一个不好的伴侣，他可能是个破碎的镜子，你通过他照出来的自己就是哈哈镜。所以要好好的，就像你说，要找就是自己好好的、客观的认识自己。因为感情的初期对自己的评价真的是源自于我身边最亲的人、父母、爱人、伴侣是怎么形容我，我就会认为哦，那我就是这样的。要发朋友圈了，收到信息吗？好了，大家要开始了，找一个小角落。我就蹲在草丛里面。我要去边走边思考一下。我要去泳池边。今天是挺开心的，希望他能看到我的主动吧。他今天付出太多了，我感受到了他对我是偏爱的。我进了小屋之后，被推着做了很多事情。我想做一些改变吧。其实我还是发给妹妹看的。
我跟他相处是很舒服的。约会下来，感觉对方是一个挺会照顾人的男生。可能我们两个对今天一起出去这件事儿的感知应该还蛮像的。当下不知道怎么办，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很难。所有的约会现在全部看完了，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真心时刻。我自我感觉，目前为止的人物走向是我们对比前几期意见最分歧比较多的，是，所以我打算弄一个难度系数刺激一点，就是尊严之战。尊严之战，赌上尊严。尊严。庞博跟我想说，没想赌上这个，我想赌，你知道吗？胜负欲很强。陪你，走一个，陪你，好，可以。这个路过的咱4个一组，然后那个元气新岛民一组3位。我们2组分别最后形成一个最后的答案，然后实际上谁对的多，哪一组就赢了。好哇，来商量一下，商量一下。有几队确定的，我觉得是没跑的。对，跑的是哪队啊？林毅跟老马应该是可以的吧？马铃薯我觉得是可以互选。江俊林还没选，江俊林看，江俊林他说了看苏苏，然后许丽看的是那个拿过去，那个嘉荣，真的吗？他是这么说的，真的，我觉得不好说。你知道，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口是心非的感觉。不会，他俩已经聊开了，我觉得他俩已经聊散了。你是聊开了，我觉得是聊散了。总归他聊开聊散，他都不可能投他。你们现在就是选择说完全相信他们在那个聊天时候讲的，彼此去看另外一个人。对。嘉荣看乔薇，那王震肯定也看乔薇了吧？王震没什么悬念吧？那有没有人看王震呢？苏苏啊，苏苏会看王震的，我觉得。不对啊，我们是不是全部选完了，只剩下那个乔薇？乔薇也对。乔薇，我觉得他应该去看他。对，因为他前天他还掉眼泪了。你值得相信吗？上一集你可是错了很多。对，我知道我是最后一名。我想听你说。这个确定的，这2个确定的对吧？然后苏芮看王真肯定是。他看谁？他看嘉荣。哦，他自己说了，他今天要看嘉荣。对，而且他今天说了，他要看苏苏的，应该是这个思路对的。跟那个新人岛民组同步一个信息，所有的嘉宾当中有1个人没有看。哦，他谁都没看吗？对，江俊林。我也觉得江俊林或者林毅。啊？什么？林毅会看？你别管他们，他在干扰你。哎，我也觉得，那应该是江俊林。你们自己讨你们的，讨厌。哎，巧薇有没有可能啊？巧薇啊，彻底放松一下。也有可能。哎呀，一个个刚刚说没有胜负欲，现在简直了，你们一个个的。要不你们先讨论着，我防着。对。确实，他有可能谁都不看，因为他可能犹豫不知道该怎么选，是吗？因为无法选择，所以干脆不选择，是这个意思吧？也是一种，也是很有可能的。他就谁也不看。我觉得他有可能的，真的，我觉得有可能。那我们就赌他吧。行，我觉得我们就蒙一把吧，就是蒙一把吧，蒙一把。好了，我们好了。对，来吧，那我就亮题板吧。已经各自选完了，老师您亮完，您先说一下您组选择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巧薇谁都不会去看。然后嘉荣和王震会来看巧薇，跟我们一样，这我们一样。然后许丽会去看嘉荣，但是许丽这里没人看，对吧？对，许丽没人看。苏苏这里应该江俊林会来看，苏苏还会去看王震，一样吗？对，一样，目前为止一样。哎，然后小马会来看林毅，感觉我们会一样了，完全一样了。林毅去看小马，哇哦，应该都一样，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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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那就一致呗。对，如果我们2组的答案到现在为止确定完全一样的话呢，那就是所有都必须答对，我们才能挂错。好呀，好的，就不是谁最多了，可以吧？这样吧。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尊严已经放在这儿了啊！谢谢，我们的尊严在这里，自取来，所有人的尊严要丢脸一起丢脸啊！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进退了。看答案吧。哎，还差谁啊？嘉荣，还差一个嘉荣。哎，他在，嘉荣，他在，他刚接水去了。来了。
来吧，来吧，开始吧。期待。哎呦，嘉荣，你挂脸的呀！那我们要开始吗？开始吧，开始吧。好，我们可以看，就是我了。看看啊，一个锁儿都没有。谁不是呢？嘉荣，对了，Yes sir。我今天看了嘉荣的朋友圈，我就是比较好奇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我感受到嘉荣今天的情绪不是很高涨，因为当时我见到他玩飞盘的时候，只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点低落。我还是作为一个刚认识的朋友，我也是想关心跟了解他。你想出去聊一下？你想出去聊聊天吗？知道他的心情还好不好，然后如果很不好的话，可以安慰一下他吧。哦，他们一起荡秋千了啊！许丽真的是个很好的人。我去看。玲玲，你的悬念要解了。张峻霖不要这么听话，真的。很可爱。啊，他们俩有小默契。说了看别人就看别人。哎，苏苏，他们果然对吧？今天我们约定了不看对方的朋友圈。如果今天不准你看我朋友圈，你会看谁的朋友圈？苏苏的，也好啊，我觉得也挺好的。你让我想想，我今天想看谁的朋友圈？这个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反而这样做的话就没有这个压力，就是每天都要看对方的朋友圈。更反正他们白天的那个谈话就是非常真诚的。对他默契达成。我去看。林毅没有什么悬念吧？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哦，可以啊，可以。收纳袋，哇哦！就我接纳你所有东西。嗯，我看了老马的朋友圈，挺开心的，真不错。那我这个没悬念，肯定看林毅喽。哎，很稳，很稳，很稳的。哎，他为什么有一个哆啦 A 梦？因为他不是说百宝袋。哦，哇，你好厉害！两人又对上了。我多看了一遍，两个朋友很有意思。心情是挺开心的，就是感觉起码自己的付出有被他看到。哎，这眼神，我懂。来吧，苏苏。不看。不会吧？我觉得今天的约会还是比我预期中轻松。我发朋友圈就是想记录一下今天真的很特别，我真的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七彩祥云。就他看不看到，都可以。那你自己看的是谁的朋友圈？我看他还是王震的。哦，还挺好奇他今天就是会发什么样子的朋友圈吧。他真的很喜欢王震。我看完他今天发的朋友圈，就可能是他今天经历的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更难过了，好心疼啊。嗯，他也有一点点难猜，我觉得。
他不难猜啊，他肯定看巧薇的啊。但他今天真的很开心哎。对呀，肯定的。就讲的是他们俩一起逛超市的事情。我会觉得有很多超出我认知的东西吧。3、2、走。会比我想象的更真实。不行不行，真的老了。也会喜欢一些相同的歌。他说他觉得最浪漫的是逛超市。我说过同样的话。好喝。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平和，然后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松弛感也是吸引我的。他们的一段真的是。贾蓉那个什么雄性什么的，肯定会去看巧薇。雄性什么？我之前发朋友圈回，就是我之前和那位女生一起坐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跟她说这个位置不大舒服，已经变成那位女生了。但是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坐在上面还是不大舒服，但是那个回忆确实是挺好的。我觉得根据我能看到的他们之间交流，他们之间的眼神行动，他应该是会看王震的吧。啊，他看了苏苏的，那他为什么看苏苏的呢？你看完了这么快？神速啊！好了。我今天看了苏苏的朋友圈，那我今天很好奇，他今天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小屋里？开玩笑，我猜今天应该没人看我朋友圈了。哎呦，嘉荣喂，他可能已经默认巧薇跟王震会互看了。巧薇来了，巧薇看谁的？情绪比较复杂，因为非得选一个，但我又不知道怎么选。王震让我很放松，因为我们随心所欲，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上了，怎么这么快？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靠着我的肩膀， Yeah 在我胸口睡着。Yo， 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嘉荣，我觉得挺好的。可香收紧。好的，好的，老师。好啊。谢谢我的镜子。那你明天就开心的去玩呗。他开心的去玩了呀。不会说这句话啦，真的就想抽自己。我觉得我需要时间来慢慢的了解一个人。看别人的朋友圈，怕被误会说我可能对他有好感。我今天想要就是关闭我的五官，然后用我的心去感受。我不想要去看任何的东西来影响我的想法。啊，所以就是巧薇都没看哈。对，啊，好酷哦他。
is true. 休息。强颜欢笑。Soon that I cut shadows round my face. 不影响吧？我觉得我会担心读错泰美拉，因为我觉得说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些微妙的感觉，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分析好像是不正确的。嘉荣是不是要送东西去了？那聪明的人他错了一次，可能第二次就不会再错了。但像我这样比较笨的人，可能要错个3、4次。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哎，心都揪起来了。天哪！什么？等我20秒可以吗？ Simple as can be. I got your hands up. 聊一聊，聊一聊，得聊一聊。 And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carefully. I'll tell you1,000 times. 我今天去外面吃饭，然后刚好经过一个卖耳塞的地方。哦，谢谢。然后也刚好经过一个卖花的地方。谢谢。你的中文很可爱。然后就给你。哦，谢谢。 其实昨天挺感动，你会愿意分享你内心的想法，所以我想我应该也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哎呀，好纠结啊！是，你可以说一遍你理解的吗？我没记错的话，你先坐一下。就放在这儿吧。哦，你的耳塞放好了吗？那个最重要，那比花更重要。好，怕你晚上睡不着。你可以表达一下，我昨天说出你理解的吗？我记得昨天你说几句话，你跟我说你怕我误会了。第二点是你怕伤害别人，所有的人都会怕伤害，怕亏欠。3，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来敲我的门了，你知道我在哪一间，我就特别的惊讶，所以综合起来这3点，我觉得我今天不小心路过花店是没有那么不小心的。这个反应不太对，不太对。那我是不是说错了？那我觉得可能我昨天没有，那我再表达一次好了。好啊。就是说直白的。昨天去找你是因为我看到你失望的表情，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让别人不舒服了。没有人让你不舒服。对，所以我哭了。我哭不是为你，我哭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怎么拒绝王真，所以我选择让自己难受。为什么你会难受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然后。所以是为了他哭。我还没讲完。这家人好像没有理解啊。没有理解，他没有理解的。然后后来紧接着你来敲门了，我看到你的失望的表情之后，我就情绪又更大了。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仅让我自己不舒服了，我还让你不舒服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然后让大家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好像是我想太多了，其实就没有什么。
今天早上我醒来，理了一下我的思绪，因为我当下情绪很乱。发现我哭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的情感经历的关系，勾起了我有一种情绪，所以我当下溃体了。所以并不是因为嘉荣。对，这应该不是他想要的答案。OK。那你怎么想我呢？我没有这么想你。你对我没有想法？你是说喜欢的想法吗？任何的想法。可以先了解看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去相信一个人可以这么轻易的爱上别人，因为我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喜欢别人，所以我不相信别人也可以很轻易的喜欢上一个人。那我不要说你理性感觉，你对我有什么感觉？就你别想，就是第一个。我刚刚说了。你不知道。对，我暂时还不知道。那你对任何人都不知道？对。问号。听出来还是很多理性的东西了。因为我刚刚说了为什么了。那我说，如果你可以放下理性的话，你如果感性的话，那我需要时间。但你如果放下理性的东西，让自己可以感性的话，你是有什么想法？我不是说你有感性的想法你就必须得这么做，而我就很好奇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害怕我想错了。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很好奇说，哎，我是不是想错了？我就想知道我是不是想错了。如果你把我刚刚说的话再仔细的想一遍，那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想法。对。但你不想说出来。不是，我觉得我刚刚表达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子，但是我有告诉他，我需要时间来慢慢的了解一个人。你现在让我给你答案，我没有办法。他让我感觉很有压力，他表达太直接了，真的是跟我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不喜欢这么一个 push 的状态。拜拜。你那个拿好了吗？对。OK。谢谢。拜拜。俩人一起来分开走。我就是一个喜欢去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的一个人。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可能会有点负担，是因为可能是我稍微急了一点点。他自己知道。因为我今天自己一个人等了很久的时间。老板，你们花怎么卖的呀？帮我找一下繁体字的那个输入法。今天下来的行程，我觉得说我应该会挺开心的。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地方是我的。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当天黑的时候，我会希望会有人陪伴着我。能够和别人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已经双脚离地啦！哎，快去上啦！我怎么这么快？
直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大包小包回来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眼神性。哇，好厉害哦！看到那种非常亲密的那种关系，那你怎么想我呢？我没有怎么想你。你对我没有想法？喜欢的想法吗？任何的想法。我不相信别人也可以很轻易的喜欢上一个人。我觉得今天聊天的相处，应该是会影响我以后的判断，因为它会让我变得更理性一些。想法说的非常明确，非常明确啊，说的。我觉得嘉荣是看到他跟王震之间那个火花，对，太对了，对。好胜心，出乎意料，对，出乎意料，确实。就甚至在嘉荣捧着花走出去的那个瞬间，你都不觉得这场谈话的走向会是这样的，做好了上头的准备呢。对啊，眼睛都有点湿润了呢，瞬间下头。你在哪个地方品出来不对了？巧薇问他：“你说一下昨天你怎么理解的？”潜台词就是你是不是有可能误会我昨天在你面前流泪的这个表达？而且当巧薇说的那么明确之后，他还在说。你到底对我什么想法？你不要用理性，要感性。没有理性，他就是要感性，什么意思嘛？烦死了！呀！巧薇好可怜啊，在那儿都不说话了，埋着头。所以就是他这种问话的方式，会让巧薇觉得你似乎要推演出来我喜欢你这事儿，而这不是我想表达的。一定要去引导人家说出来啊！我其实昨天对你有感觉，什么的。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确实昨天巧薇的那个状态，让她有了一些期望，然后今天好像就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感觉。我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就嘉荣这种感受让我觉得还很有代入感。我觉得在恋爱初期，人总是在跟自己想象中的另外一半相处。对，你知道就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和我认为他是什么样子，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我觉得嘉荣，你得真正的冷静下来，重新的认识一下你对面好感的这个女孩，她到底是什么样，她内心当中情感需求是什么。她此刻根本就没有管巧薇为什么昨天晚上会哭，人家巧薇都说了，我是之前有一些急了情感的状态，然后她是为自己难过，她为什么不去关心人家女孩是受了什么伤害？她待了1天啦，待1天怎么了？工作人员都不在，只有固定机位拍自己，她对着那个墙，灯都没有，就觉得这个女生昨天为我哭了，就会逐渐想成她为我哭了，她喜欢我，我喜欢她，她喜欢我，她爱我，我爱她。人家说的不是为你哭了，人家是为自己哭。对。我就要选我。来，文静同学在举肱二头肌都要出来了。来，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呀，我觉得巧薇有一个问题，她在为自我的不懂得拒绝和自己的那些错误的表达让人误会而感到内疚和自责。对啊，所以我就很想对巧薇女孩说，巧薇女孩，因为我也是巧薇女孩，就是我会经常陷入各种内疚和自耗里面。我想说的是，最忠实自己可能是对你对大家都好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她可能也明白，只是自己做不到，这个也很难。所以她哭的原因也在这儿。对，道理都懂。你想，你是要举手？没事，我就他为什么会？因为我都能看出来他举手。我看到有一个小的细节是，嘉荣开始出问题都不是说话开始出问题，他们给东西说这个花你拿好啊，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耳塞你千万不要弄丢了。其实是他特别急切的期待对方对自己给的这个礼物能有一个积极的反馈，就他已经预设好了所有的接下来的一套流程，一些反应就是比如说他拿到我的花应该会很开心，哇这里还有一个惊喜准备的耳塞，等了1天果然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足够自我感动了。对，还有结束的时候我也很不满意。就是他来的时候是很自信啊，满心欢喜，但结束知道人家是这个答案，他就很丧的那种。那有没有就是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建议，比如说给到嘉荣，或者给到可能性格急一点的朋友，就什么样的往下推进的分寸，它是一个合适的分寸感。
这个尺度怎么拿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意识到就是别跟我想象中的人谈恋爱。我要去看看我真实对面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的七情六欲或者他的心里的诉求、需求、喜好到底是什么。我就觉得，如果说他能时时刻刻想到，如果我爱这个人，我会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多经历几次就能把握分寸了。就是给家荣男孩的一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对啊，让子弹飞一会儿，会更轻松地解决很多问题。给家荣一个建议啊，就是他在那一刻，就是逼着乔薇拿出他想要的答案的时候，其实他很像一个小男孩。对，就我手里有一个东西，本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我手里面，我不一定认为它特别我想要，但有一个人要来夺，它就突然珍贵了。对，它的价值会翻倍的。不是说家荣会犯的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体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提醒他的。对，家荣的灵魂在地上撒泼打滚。咱们现在因为是说是半熟恋人，再加上大家的年龄也放在这儿，就觉得可能这个年龄在感情里你就是应该有一些成熟的表现，但不一定的。是的，不代表一个人在处理事情和处理感情上的成熟度，所以可能也要给家荣一些成长的空间。对，是。哎呀，那我们这把结束下来，发现这有能力挂锁吗？我们不是本来想自然而然的划过这个环节，这锁不能给我们吗？成吧，共进退，楠姐。共进退。接下来新的嘉宾会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屋当中来。对，新人来了，来点新鲜的，来期待一下新鲜的故事吧。快！有一个新的男生进小屋，然后邀请我们一起去吃晚饭。Hello。哇！我是你昨天见的那个吗？啊！完全没有想到还会有更新的一位男嘉宾。即将入住小屋的女生有点惊讶，没想到自己会收到一个短信，该做什么准备去面对新的女嘉宾。我以为是诈骗短信，后来又看了一眼，哦，是新的女嘉宾单独约我。你今天去哪里玩了？啊！别吧，这个表情啊，真是一句话不说。吃什么好吃的？为什么没有人叫我？叫你们都没人在，怎么叫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唉，所以大家觉得新的男嘉宾到底是什么样子？完全没有概念。我觉得这类型已经聚齐了呀，对，没有什么特别缺的类型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老王不要太贪心。如果他接触了其他的人之后，发现他喜欢的还是你，我觉得那种喜欢才是更加真实的喜欢吧。哦，他完全没有危机感。完了，我又被掰坏了，我现在又觉得他们好甜。这真的不是售后 vlog 吗？好冷。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爱情观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内容合作平台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扎克新闻、Keep。VIP 用户周二、周三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 ；SVIP 用户可额外抢先7小时观看。正片免费1周后回锁会员专享。周四真人秀加更，周五陪你看半熟，甜蜜不间断。